习近平就这么轻轻把手一挥，每年20亿就白送出去了。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出现了更多危险信号。8月份制造业活动连续5个月收缩，房地产低迷仍在持续。中国100家最大房地产公司新房销售额连续6个月下降。外卖大战中，3大巨头3败俱伤。阿里2季度净利润下滑18%，京东净利润暴跌51%，美团最惨，暴跌98%。中共提出的5%增长目标可能会泡汤。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米兰。9月1号，上合组织在中共天津发表宣言之后，印度总理莫迪就乘坐专机返国。莫迪这次中国之行来去匆匆，他关心的似乎只是和习近平与普京的会面。作为上合峰会东道主，习近平在会场外迎接进场客人，与他们一一握手。莫迪与普京进来时，两人并肩走上前与习打招呼，3人同框的画面在社群平台疯传，人们似乎还可听到莫迪魔性的笑声。莫迪还拉住习近平与普京的手。莫迪会后在 X 平台发文说，总是很开心见到普京总统。根据俄罗斯官媒报道，莫迪和普京在前往正式会谈的途中，还在俄罗斯总统专车上举行了近1个小时的私人会谈。莫迪的举动立刻引起川普的回应。川普在 Truth Social 真相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很少人明白我们和印度的生意很少，但他们和我们的生意却非常多。换句话说，他们向我们出售大量商品，而我们却很少向他们出售商品。到目前为止，我们之间完全是单方面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川普强调，到目前为止，印度向美国征收的关税非常高，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以至于我们的企业无法向印度销售产品，这完全是一场单方面的灾难。此外，印度的大部分石油和军事产品都来自俄罗斯，很少从美国购买。他们现在提出要将关税降至0，但为时已晚，他们几年前就应该这么做了。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认为，莫迪亲自到天津参加上合峰会，试图与中共重新结盟，杠上川普。谢金河说，他最近看了一支影片，名称是《印度国运戛然而止》。这部影片是从中国角度看印度。影片说，莫迪和川普交恶，原因是川普科印度50%关税，因为印度一直都在买俄罗斯原油。川普要求印度要完全切断俄罗斯的原油供应，但印度做不到。俄罗斯原油已经成为印度经济的重要命脉。俄乌战争刚开始时，印度每天向俄罗斯购买原油约5到7万桶，如今暴增到每日215万桶。印度除了自用，还将精炼的油卖到欧洲。印度3大石油公司获利超过8250亿卢比，这是印度很重要的外汇收入。现在川普要把这扇门关起来，莫迪当然做不到。如今川普祭出50%税率，印度一年对美国的450亿美元贸易顺差可能不保。印度出口3大产业，从仿制药、生物相似药到珠宝、IT 等产品出口都受影响，印度经济可能陷入困境。但如果要抗拒俄罗斯原油，或对美国开放农产品进口，莫迪农村的铁票可能弄丢，每一个选择都很困难。谢金河最后说，印度过去是 IT 产业外包中心，如今 AI 时代已经完全取代这个角色。最近国际事件中，印度支持以色列开罪中东各国，导致侨汇收入锐减，再加上印度内循环实力有限，得罪川普，印度左支右绌，形势更加严峻。这次莫迪想要靠近中国、俄罗斯，从中找出路，看起来只会把病情加重。莫迪对此可能也是一筹莫展，他与习近平、普京相会就匆匆离开，这似乎透露了他的心态，不想与中共过于靠近。在上合峰会上，习近平出尽风头，又坐上反美联盟盟主的架势。9月1号，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其中包括5条内容，例如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和行动导向。
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支持，希望进一步讨论具体详细的方案。为了盟主大位，习近平再度祭出他惯用一招撒钱。习近平在呼吁尽快建成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的同时，宣布中共想在有需要的成员国实施1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的计划，今年年内向成员国提供20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未来3年对银行联合体成员行新增发放100亿元人民币贷款。目前上合组织成员国为10个，一年送出20亿人民币，相较从前动不动上万亿的大撒币，显得格外的小气。中共环球网统计显示，2020年至2023年，中共对外援助达到6万多亿元人民币，仅俄罗斯就接受中共援助2万多亿。根据 AddData 报告，从2000年到2017年的17年间，中共共向165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和贷款，累计金额高达8510亿美元。从中可以看出，习近平的格局显然已经缩小。在天津召开的上合峰会，在中共官方的宣传中，是一次新老朋友欢聚一堂的盛会。可习近平咬紧牙根，也只拿得出20亿，与盛会的名头实在难以匹配。确实，中共如今手头紧得厉害，今年经济增长能不能达标还是一个问题。中共官方调查显示，制造业活动在8月连续第5个月收缩，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数8月录得49.4，低于荣枯线50。中美贸易协议仍在谈判中，国内需求依然低迷。此外，出口疲软，房地产下行仍不见底，就业不稳定加剧。地方政府债务沉重以及极端天气等多重压力，都威胁到中共提出的2025年5%左右增长目标。7月银行信贷数据反映出居民对按揭贷款的抵触情绪，贷款规模20年来首次出现收缩。9月1号是中共强制社保的第1天，中共官方宣布，任何用人单位想逃避缴社保的责任，都可能被追责罚款。据大陆财新、搜狐新闻旗下媒体极昼工作室等媒体报道，中小微企业本来就经营困难，很多企业没有能力为员工缴纳社保，强制社保新规一出，企业和员工一片哀嚎，有老板被迫调降员工薪水，辞退员工或关停工厂。例如，浙江义乌一间日用品工厂自去年下半年起，生意逐渐变差。老板陈平表示，这几年几乎没获利，收支总体持平。但8月颁布的社保新规成最后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最后决定清退工人，关停工厂。陈平说，浙江的一些服装厂一般有300至400人，若被工人集体举报或强制补交社保，对本就经营困难的小工厂而言是致命打击。像缝纫工、包装工，一般工资在人民币6000元左右，缴社保肯定要降薪。企业一旦裁员降薪，中国的消费者支出将会受到进一步打击。当前许多企业和员工已在温饱线上挣扎。7月城镇失业率从6月的5%小幅升至5.2%。与此同时，中国楼市又传来坏消息。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8月31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100家最大房地产公司的新房销售额为人民币2070亿元，约合290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7.6%。此前7月份下降更多，是24%。房地产销售额已连续6个月下降，房价加剧下跌，说明中共1年前刺激计划的效应正在消退，引发人们对通货紧缩的担忧。中共官方媒体证券日报8月份援引一位行业专家的话报道，随着当局准备加快推进城市改造项目，最早可能在9月份出台更多措施。彭博社报道指出，长期来看，中国房地产前景依然暗淡。高盛集团在6月份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未来几年城市新房需求预计将比2017年的峰值低75%，因为这些地方的人口正在减少。中国经济通缩日益严峻，连外卖巨头也在价格大战中弄得3败俱伤。
阿里二季报刚发布，净利润435亿元，同比下降18%。这样的表现已经算得上外卖大战中的赢家了。而发起外卖大战的京东，净利润同比暴跌51%，只剩62亿，其中新业务巨亏148亿。新业务是什么？主要就是外卖。价格战再这么打下去，京东净利润都要被亏没了。还别说，美团亏的已经几乎没有利润了。8月27号，港股盘后，美团发布了2季度业绩，实际经营利润同比暴跌了98%，仅2亿。有一个圈内朋友调侃，就这个利润，美团如果多送半天奶茶就清零了。外卖巨头都混得灰头土脸，美团等于是白忙活一场，赚到的是满城市的吆喝声，口袋却空空如也。中国百姓对中共的暴虐统治反抗的行动也一天比一天剧烈。习近平于是下令要加大对舞狮人员的监控力度。华尔街日报9月1号报道，中共所谓的舞狮人员指的是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的5类人员。在习近平社会工作的指令下，中共官员们正在开足马力对弱势群体实施监控。中共从国家安全和公安系统抽调官员，加入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上，一名云南用户去年12月发布了一张截图，内容似乎是某工作聊天群里的一道指令。根据该截图，有关部门要求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筛查生活失意人员，核实其背景，并每半个月向上一级机构报送相关资讯。根据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的网上指令，企业也被要求监控那些被认为遭遇生活挫折的人。中共有一个网格化管理体系，它是将社区划分为若干网格，每个网格包含数百户家庭，由一名网格员负责。网格员定期走访居民，收集他们的生活数据，比如联系方式、就业状况和住房条件。除其他事项外，他们还负责宣传政府政策，监测社会情绪，并寻找潜在的安全威胁。一些网格员被要求追踪因个人损失而陷入困境的人，并在问题恶化成更大麻烦之前上报。习近平曾表示，基本原则是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老百姓一旦被贴上舞狮人员的标签，就成了中共眼中的不安分因素。他本人和他的家庭将受到严密的监控。上海一名男子表示，这类人被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可见，中共对社会控制已经达到了不惜动用国家权力来压制任何动荡的程度。在北京等一些城市，社会工作部门的官员正利用大数据分析来评估居民需求和追踪社会动向。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胜在一篇报纸评论中写道，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目标是落实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凤桥经验的构想。凤桥经验指的是将毛泽东时代依靠普通民众相互监督的社会控制方法现代化的计划。从中国经济的衰败到中共对所谓舞狮人员的监控，可以看出中共的统治维持得相当艰难。习近平却还在向一些穷国送温暖，试图拉拢他们加入自己的反美阵营，搞什么全球治理倡议，接着又在北京进行盛大阅兵式，展示中共最新的武器装备，真正是末日疯狂。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